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3号，星期六啊。我们今天讲一个有比较重大的议题啊，就是关于战略问题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日财经观察直播1的节目啊。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战略误判，西方在香港议题迅速集结啊。我先把背景说一下啊，因为有些网友是第一次来。背景，全国人大3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啊。会议当中有一个议题，就是针对香港的国安法、港版国安法的议题。那么这个议题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啊。那么香港当然首先香港市民反对。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议题正在破坏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呢，我相信会贯穿在整个的5月到6月的主要应该是现在在华人社会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港版国安法啊，港版国安法。那么现在这个议题呢，其实是一个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个战略选择。为什么？我们讲，如果把港版国安法付诸实施，意味着一国两制就崩溃了啊，一国两制崩溃了。那当然也就严重违反了两个东西。第一个中英联合声明，第二个香港基本法啊，把这两个违反掉了以后，基本上香港原有的面貌将不复存在啊。那么中共在做这个战略选择的时候，他有没有考虑这个结果呢？当然有考虑啊，这个结果完全不难判断。但是我觉得这次西方国家对香港的这件事情的反应比大家想象的要强烈啊。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差别啊，和我们之前讲的反送中运动有非常大的不同啊，非常大的不同。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级别的事件啊。反送中运动是一个苗头啊。那么这一次的港版国安法却是实质的行动啊，就是原来只是打门啊，那么这一次是直接拆房子了啊，直接拆房子了。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行动，当然引发的反响不同啊。那么但是这个反响不同呢，会引来不同的后果啊。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议题啊，讲这个议题。我先讲新闻啊，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啊，叫 CECC 啊，主席和联合主席，众议院詹姆斯麦高文和参议院马可卢比奥卢比奥就是中国最恨的那个参议员啊，就这个港版国安法发表声明啊，声明说，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的在香港任意实施国安法，并据称将向香港派驻中国安全部队以执行该命令的决定。这样的行为将香港自治推至崩溃的边缘，违反了中国政府在1984年签署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下承担的职责。香港过去1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造成的后果，这包括不愿意处理香港人民的合法意愿，以及未能制止警察对和平抗议者的过度暴力。维持一个开放的香港符合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利益。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嚣张、改弦易辙，并履行其国际义务，保护香港的自治，也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此外，川普政府应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授权，领导全球联盟来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支持香港人。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撤回破坏香港的计划，
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与香港的关系。这就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个声明。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3个国家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北京在香港强行推行一个这样的法律，没有香港人民以及香港立法机构的直接参与，很明显形同破坏了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法律地位的一国两制。欧盟外交这是为香港基本法奠定法律框架的中英联合声明，包括了自由的权利，包括了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相关的权利，都应该写进香港的法律当中。那么然后就是欧盟。欧盟外交最高负责人何塞·伯雷利代表27个成员国表示，欧洲联盟对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地位非常重视，这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以及国际承诺。他说，欧盟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欧盟表示严密注视香港形势演变。欧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经过民主辩论，征询各派意见，遵守香港基本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在就香港安全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声明啊，那么川普一开始已经表态了啊，然后是蓬佩奥发表声明，然后是欧盟发表声明，然后是英国加上加拿大和澳洲发表声明。基本上现在除了日本，基本上主要的西方国家都已经表态了。大概新闻就是这些。那么当然今天还有2个新闻我觉得很重要啊，一个新闻是什么？就是美国运输部批评中国只阻挠美国航空公司恢复中国的航空业务啊，而且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向美国运输部上报他们的航班计划啊，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啊，就是说因为美国要开始 reopen， 那么美国航空公司要开始准备恢复它去全世界的航线啊，当然主要是去中国的航线也要恢复。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很不高兴，因为之前美国航空公司因为中国疫情暂停了飞中国的航班，它肯定就是从中作梗啊。那么美国的运输部就去谴责中国啊，然后就拿中国的航空公司来说事儿了啊。美国是这样啊，美国呢，他呢要不就没反应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么你也会很难过啊，大概是这样，就是他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呢，都很难过的。我再举，这是一个美国运输部的部长就是赵小兰。那么美国运输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运输部就此事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美国多次对中方不让美国航空公司充分行使它的权利，剥夺美国航空公司与中国同行进行公平和平等的竞争提出批评。美国运输部称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大概是这样吧。当然这个赵小兰在这个位置上也不好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他比较亲共。然后就是什么？就是美国商务部昨天宣布增加24个中国的机构和个人，把他们放到实体清单，其实就是制裁。那么这包括谁呢？包括这个当然是包括几个我看一下哈工大还有什么呀？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
奇虎360啊，我奇虎360，然后是云端智能机器人运营商达阔科技啊，还有什么呀？我看一下，反正就是制裁这些机构，一个是针对什么呢？针对2件事，第一个针对维吾尔人啊，维吾尔的这个集中营啊监控，云从科技与烽火通讯技术啊6家公司，这6家公司是跟这个新疆的这个集中营有关系。那么前面的这些呢，还有一个个人啊，有个个人叫朱杰锦啊，这个个人叫朱杰锦，他没有提具体的情况啊。他是上海唯一测控公司的销售总监，他们主要是经营高性能的传感器啊，他们也制裁他，大概就是这些啊，制裁。美国呢现在开始动手啊，动手我就说美国要么就不动手，美国要动手的话呢，就非常的难过的啊，非常难过，中国会非常难过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今天的主题啊，我先把这新闻全部讲完啊，讲完，然后我们开始分析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进行这种战略分析啊，这个叫战略分析。战略分析主要是对这个形势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啊。那么现在香港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实际上就已经这个议题已经出来了啊，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就要等两会结束啊，两会结束之后，这个议题才成立啊，真正成立，因为现在还只是个议案。不过呢，没有人怀疑这个议案一定会被通过，因为我没有看见过提交到大会的议案有不通过的啊，全部都会通过啊。如果不通过，他就不会提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可以预见，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拿出来讨论啊，讨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啊，从美国到英国啊，英国就是英国、加拿大跟澳洲啊，英国、欧盟啊，这几个国家啊，都分别表态的了。那么我相信啊，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它的演化的方向是中美对抗。在中美对抗，中美会把在香港议题上面变成一个主要的对抗的两方啊。但是这里有个趋势啊，这个趋势是什么？这个趋势就是西方国家会在香港议题上聚集起来，聚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变化啊。为什么？我们先讲中国啊，中国在香港这个议题上面，它应该有个形势判断啊，基本上的形势判断，我大体上讲一下。首先，第一个。美国啊，根据中方的判断，美国应该不会全力以赴的投入香港战场。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有其他的战略纠结啊，你比如说中美贸易战等等，很多中美之间有很多的纠结。那么美国不会在香港的战场上全力以赴啊，这是我现在讲的全是中国的一些战略判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国实力不足啊，而且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都捏在中国手里。英国在香港利益很多啊，非常大的利益，因为你知道香港原来是它的殖民地，它有很多的利益，虽然主权移交给中国，但是它的利益还在那里，所以它的现在在香港的利益是捏在中国手里的。所以呢，中方的判断应该是英国不会做太大的动作啊，这是第一，实力不足；第二，有利益捏在手上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欧盟，欧盟呢应该是被中国渗透的最厉害的一个组织啊。当然，渗透的最厉害的是哪个国家？是德国啊。所以中国的预判是什么？中国的预判是欧盟不会站出来。就是欧盟会表一些态啊，但是不会做实质性的运动，因为
中国判断欧盟被渗透到这个地步，应该可以控制得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日本的在香港的战略利益并不多，所以日本也不会太参与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所以呢，在香港的议题上，中国的判断是什么？中国的判断就是，尽管中国在香港强推这个国安法，西方国家会装样子做一些反应，但是不会实质性的参与这个抵抗运动这件事情，我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干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一个这样的战略判断这个战略判断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战略判断的话，中国不会干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以香港人的反抗来说，是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改变这件事情进程，因为香港的力量，香港人民的力量非常的薄弱虽然他们会反抗，虽然会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件，但是香港人的反抗并不足以改变这件事情的力量对比，这是第一个战略判断，这是个前提。要改变这件事情的战略进程或者是结果，只有西方国家伸手，必须实质性的伸手才行，不实质性的伸手，这个结果是看得到的这是一个那么中方的战略判断就是西方国家不会实质性的伸手，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判断的话，中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国会做一个这样的判断？这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 5G。 你看西方世界在华为的问题上面其实立场非常的分歧你看美国敲锣打鼓喊了1年半年1年时间反对西方国家用华为的 5G， 但是其实敲锣打鼓1年时间，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反应并不积极并没有呼应它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西方阵营碰到了华为这件事情，好像裂痕很大这是第一个如果华为这件事情是不涉及重大战略利益的话，到了疫情这件事情就能真正反映西方的这种分裂你看疫情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受到这么大的重创，人命损失、经济损失这么大，然后都形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氛围，要求追责中国。但是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其实它并不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团结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责任在川普川普做了2件事情，让整个西方阵营分裂。第一件事，西方阵营是基于什么形成的？基于冷战，基于西方国家对抗这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西方阵营形成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在苏联崩溃之后，其实西方阵营就开始面临分崩离析的这样的处境因为大家开始有各自的利益了。当他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追求各自的利益当他一开始追求各自利益的时候，这个阵营就开始出现分裂。这个阵营出现分裂，其实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一个头，就是原来美国美国去努力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川普出来之后，他不仅不去维持，他去拆台一会儿骂这个北约，一会儿骂这个各种，川普一直在做把西方阵营拆开的这个动作。上来就是美国优先，
然后跟欧盟打贸易战，跟日本打贸易战，跟谁最伤害西方的，其实最大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积极的支持和推动英国的脱欧，让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变成了结果。对欧盟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欧盟没办法，脱就脱吧。但是欧盟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川普在后面搞鬼。所以实际上你看，在疫情来之前，美国喊华为，这个禁止华为的这个5G，喊了1年时间，西方国家有没有，其他国家有没有支持？没有，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呼应，不是支持。为什么？因为川普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你可以在这2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出来西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分裂的非常的严重啊。好，现在慢慢的出来的问题是什么？疫情其实有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其实西方开始慢慢的发现，他们又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国啊。疫情让这件事情慢慢的凸显出来，好了，现在到了什么？现在出来一个香港议题。当香港议题出来的时候，西方国家开始在香港议题上开始集结。为什么？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西方国家在香港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啊，巨大的战略利益。为什么？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它有非常重，它在整个的全球战略、全球经济循环当中，香港你不要看它这个弹丸之地，经常很多人讲香港弹丸之地，但它非常的重要，它是西方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在亚洲的战略据点。香港是全球的情报中心。以前在冷战时代，这个一个情报中心是哪里？是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亚洲跟这个欧洲交汇的一个城市，伊斯坦布尔。这个东方就是苏联的间谍跟西方的间谍就在那里聚集啊。但是实际上，真正聚集的情报中心是在香港，香港是全世界的情报中心。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其实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全世界的钱，我说这24小时在跑，是全世界的钱在跑，不是某一个国家，美国的钱在跑，英国的钱也在这儿跑，欧盟的钱也在这儿跑，全世界的钱都在这儿跑。它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他面对的这个客户不是单一的，是全世界的。虽然香港回归了，中国在香港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其实这个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所以全世界包括西方在香港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就是挣钱，经济利益。你想一下，多少企业，英国的企业、欧洲的企业、美国的企业在香港，这是华洋杂处的地方。这里面有什么？有文化的连接，有历史的连接，很多连接都在这里面。所以香港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香港，它是全世界的香港。它厉害之处就在这里，而且香港人分布在全世界。它产生的这种联系，绝对不是某一个城市所能替代的。香港和全世界产生的这种连接和联系，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比，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香港议题和我刚才讲的所谓的
华为的5G 议题也好，甚至包括追责议题为什么没有走到一起来？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美国你可以追责啊，你有追责的这个把手啊，你跑到欧盟去，他怎么追责啊？他没办法追责啊，他没有把手啊。你像你中国的外汇储备放在你美国啊，对不对？你不行，你一追责我就向你要钱，你不敢不给啊？这有可谈的地方。你问欧洲怎么谈，英国怎么谈，没法谈。所以在这2个议题上，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少。但是香港议题不同，香港他们的共同利益非常集中，而且非常和气，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之下，西方国家就开始在这个议题上聚集。怎么个聚集呢？我们讲一个这个题外话啊，就是前阵子川普原来这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它是有定期开会啊，3月一个季度，我印象中是一个季度开一次啊，3月份开一次，然后就说是3月份还改成了这个视频，然后6月份要开一次。川普突然前2天，川普突然心血来潮说我们就别开这个视频了吧，来美国开，去戴维营开。川普提出来，我们还是见面聊。他一上来就说见面聊，为什么呢？显示我们要 reopen， 这个讲我觉得是成立的。但是我认为 G7 往中间一开会，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这个议题的发展，这里面有2个重大的问题啊。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在香港议题上，它有重大的误判。我认为它是重大的误判，就是他对这个形势的判断有点不清楚啊，就是叫什么？就是假如他把西方阵营的分裂的形式套在香港议题上，那他就产生了重大误判。我认为西方国家会在香港议题上重新集结，然后真正去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国。这是在香港议题上可能发生的一个重大战略转折。这个重大战略转折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件议题上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这件事情做错了，中国他会为此付出超出香港议题所承载的巨大的代价。为什么？你想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形势是什么？冷战结束之后这个西方的阵营开始面临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正在面临着瓦解西方阵营开始瓦解。川普出来之后加速了这个瓦解的速度。所以呢，其实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其实是好舒服的，因为西方阵营开始瓦解，中国开始向西方阵营渗透特别是欧盟开始渗透其实全面渗透。这样的话呢，它只要西方国家不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不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来说各个击破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你可以在若干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局面，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5G 华为 5G， 美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华为还是继续拿到各种订单。
所以最后美国只好自己亲自出手收拾华为。原因是什么？源于他的伙伴根本不听他的，所谓的伙伴，他也没把别人当伙伴啊。这个局面其实是很清晰的啊，就是说在这几个事件当中，其实是很清晰的。西方阵营在瓦解，特别是在川普的这个任上，他们瓦解的形势是非常清楚的啊。这里面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问题，但是香港议题让西方国家开始集结在一起。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变数，什么变数？就是川普是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集结的一个唯一的变数，就是第一，美国挑不挑头，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愿不愿意吃点亏啊？就是愿不愿意为这个形成一个这样的阵营付出一些代价，付出一些成本，这第二个；第三个，其他国家信不信任川普？就主要是川普，那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啊，这里面不完全没有变数啊，这里面是有变数的啊。但是毫无疑问，在香港这个问题上，中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好，我们大概今天就做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啊，大概的聊一下，我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去谈，因为展开深入的谈可能谈很久很久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啊，就是 YouTube 对我们节目内容的这个限流啊，限流的非常厉害啊。有多厉害呢？我们上两个节目啊，前面两个节目，我们前面两个节目有5个小时流量数据是没有动过1的，就是40199播放次数5个小时，这40199都没有变过啊，没有变过，冻结了5个小时，流量冻结5个小时，然后整个的和香港议题有关的视频全部限流啊，全部限流。所以这个 YouTube 毫无疑问，我可以在这里明确的说，毫无疑问在做一件对广大观众不利的事情啊，他们背后肯定有中国的因素在这里面，中国正在对 YouTube 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啊，才会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在今天之前，我不愿意说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聊天室啊会被攻击，比如说我们的直播被黑啊等等啊，比如说我们被这个放到了这个信息孤岛上，比如说我们的网友收不到这个直播的通知啊等等。你看今天我们的直播人数就下降了很多，因为大量的网友是收不到直播通知的。那么我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提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的确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讲这件事情。但是昨天的事件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了。为什么？因为有5个小时我们有一个视频的流量数据是没有变动一下说明它已经把我们整个的冷冻起来，就是没有增加1个播放，我们的视频在5个小时没有1个播放，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网友2件事。第一个，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请大家给我们点赞。我们上个视频，我上个视频被5毛踩了多少次现在已经快500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给我们大量的点赞来抵抗5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把我们这个视频下方有一个分享的箭头是一个这样的箭头，
请大家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到 YouTube 这个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去啊，就是请大家帮我们传播出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指望 YouTube 平台给我们提供任何的帮助的了，流量的了啊，他们就已经开始冻结我们的流量的了。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的话，我们只有一个依靠力量，就是你们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动作推出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Facebook 账号啊。既然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他们会做更过分的动作，我们还是要保留多一点联系的渠道啊。万一有什么意外，我觉得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意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呢，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脸书上面的账号啊，我们会在底下啊，在这个我们的视频下方会贴上去啊，每个视频下方都有。那么从那里呢有2个好处，第一个保持和我的联系，第二个呢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我每个直播前10分钟我都会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上去，请大家务必来参加，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大家务必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直播是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要的竞争力，所以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对我们的节目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好吧？就这2件事情。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环节。进入互动环节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直播。明谢 ESA， 谢谢香港小马哥，谢谢 Harrison， 谢谢 Eagle X， 谢谢。好，观点。既然中国想要一国一制，就让香港人高唱国旗歌，迎接一国一制吧，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我经常讲啊，我在推特上也在讲，我们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了啊，不要现在就讲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香港还有一国两制，我们要继续奋斗反抗，坚守我们的一国两制。所以呢，不要这么快说这些，我不喜欢这些丧气话，万一我们反抗赢了呢？所以我不希望听到说香港东方明珠已经不存在了，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现在大局还没有结果呢，等大局有结果我们再来说，好吗？我们现在还需要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说这种话，好吗？ Mike 猪谢谢， Frankie 谢谢，吴奇宏谢谢。好，大家好，香港打卡，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观点：香港突然有很多团体，包括什么发问卷、表态支持、讨论国安法。我告诉朋友，这些法本身就是违法，没有所谓讨论，就是一句话：别听老共的，别听那些人模狗样的爱国团专业人士瞎说。老共背信，还有什么好讨论的？是的，不用跟他们讨论。Able Wang 谢谢。油管上的解码，中国预测第2波疫情大概率导致高层感染，中共解体，1年内解体概率50%。王老师怎么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Sean 长谢谢，加油，不畏强权，为正义发声，谢谢。Ray for Wait 谢谢，有理想和坚持的中年人令人尊敬和敬佩。王老师加油，各位中年人加油，好吧，我已经是中年人了哈。张硕义谢谢， Eagle X 谢谢。今天5毛很多，美西辛苦，美西加油哦，史进山不用给我面子啊。Julia 张谢谢，
Kent 王，谢谢。平台限流打压，那我只能现金支持了。王老师加油，谢谢你。建中一春，谢谢。姥姥王，谢谢。香港人手无寸铁，除了消极抵抗还能做什么？罢工、罢课、罢市，学生向文科看齐，交通停摆，商铺关门，苦的是人民，只能靠外力支持。但是英国无心无力，只能祈祷美国这个有能力的人出来主持正义。理想的情况是收容所有香港移民，包括台湾。其实香港人聪明勤力，是非常优秀的中流砥柱。观点：我虽然到35岁才第一次到香港，但我家与香港渊源很深。香港在我心中如同母亲一样温暖的存在。我外祖父从小在香港教书，教会学校读书，16岁回大陆参加东江纵队，38岁死于文革。100年来，众多前辈亲友多次前往香港避难，很多人留在香港，是香港给了我们很多的接济，我们才通过那些艰难的时代。听到国安法的消息，我母亲说，以后你和你的儿子们就再也没有地方可去了。观点：看到今天的标题，振奋人心。香港加油！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不盲从，做正确的事情，追求理想和真相，善良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观点：中国和世界的冲突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专制文明对抗民主文明。香港人民的激烈反抗，正是一旦人民尝试过民主和法治，就像空气一样不能或缺。香港加油！加油！观点，30%他都误判了多少次了？他这个政策咋制定的？咱也是纳闷，就是扔鞋打怪还能对几回呢？试剂盒还有30%的准确率呢。这位上来之后就没对过，也是真难得。情况在微博上，人大立法说违反了中英声明。下面一水评论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我不知道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定性是从哪来的。如果这么说，所有的文件都是历史文件，这个说法太搞笑了，就跟结婚证一样，他的小粉红觉得历史性文件那就拿回家可以烧了。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条约啊，是个条约，两个国家签订的条约，在联合国秘书处是有登记的。这是有国际义务的一个国际条约啊，它不是历史文件，这没有错，所有的条约都是历史文件都是历史文件。观点：香港明天有游行示威，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一定要出来表态，否则对不起自己和后代。不对，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很多，所以一定要出来游行啊。观点：香港到了这种危机的地步，那些曾经代表香港的公众人物，特别是在华人圈的明星，比如刘德华、周润发，有影响的人物应该站出来发声，他们的力量和号召力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什么是香港人，什么是香港的明星就看出来了，对吗？情况：今天香港工联会在发起签署支持国安法的行动，无耻简直是，这不是无耻，这已经到了极端无耻的地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想骂人。观点：去年的反送中，我被香港青年人的表现彻底震撼，跟过去那种安逸享乐的印象完全不同。为了理想真理，勇于对抗，即便失去生命，这次国安法想当然对抗会更加激烈，想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感到难过。天佑香港和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观点：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不清楚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它的特殊地位不是土共说了算，是美国说它是，它就是。
情况，王老师，我是大学一所高校的教师，由于被学生举报，去年5月9日被学校停课，反而有大量的时间关注6月9号开始的反送中运动，几乎每天都看几场直播，惊讶于党媒的歪曲报道，坚决支持香港青年人的抗争，荣光必然归于香港，正义不会失败。观点，如果香港法案通过，希望西方国家对这次与会的所有人大代表进行制裁，禁止他们及子女获得西方社会的签证，取消已经获得永居权，没收财产。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啊！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所有的至少可以从港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始，我认为可以从香港的主要官员、港区人大代表、港区政协委员、澳门的政协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可以从他们开始制裁他们。西方国家，我觉得不是美国，不仅仅是美国、英国，是所有的西方国家，让他们就在那里面待着吧。观点，赵小兰不是亲共，他和他的家族历来利用他的职位和中共利益勾结，从他在布什政府做劳工部长起，他们高调的在中国活动，接受媒体采访，受到各种优惠，这不是人尽皆知，很多民众都不知道的。请王先生有空讲解一下赵氏家族，还有赵小兰夫婿，共和党参议院议长，他们夫妇相互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好的，我一定找个机会做一次。观点，为什么全球法治水平排名88的国家要把它的法律强行植入一个全球法治水平排名16的香港，而某部分的大陆渔民还在拍手称好？我真的替这些人感到悲哀。一个成绩这么好的同桌，这么多年了没有学到人家的好东西，却想把自己弄得跟你一样。共产党的黄俄文化真的是很邪恶，表面是中国人，内心是马列毛的亡灵。提问，环球时报发文，美国在香港有几百亿的贸易顺差，如果取消特别关税区，美国损失很大，说中国不怕，点评一下。如果中国把这个贸易顺差取消掉，你知道谁的损失大吗？如果美国出口到香港的这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没有了，那中国损失不是几百亿的问题，可能是几千亿的问题。为什么？香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它因为有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所以它可以跑到美国去买一些敏感技术和产品，这些产品是在现有的框架下是不让卖给中国的，所以中国可以通过香港的一家公司去中国去跑到美国去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香港有几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原因，明白吗？那是中国非常需要，但是又没有办法跑到美国去买的技术和产品，包括一些服务。如果这几百亿美元的顺差没有了，对中国的打击那不是一星半点。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以前你听过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的吗？很少很少，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因为他想买什么都买得到，各种芯片他都买得到。现在他买得到吗？他买不到了。所以你就会听见经常发生火箭发射失败。为什么失败？国产货不行啊。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很多核心的东西，其实所谓的中国制造是什么？所谓的中国制造就是个壳子，其实大量的核心的这个叫什么？核心的这个部件都是进口的，这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全世界最支持全球化的国家是谁？就是中国。为什么？中国通过全球化获得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市场，西方的市场，东方的市场就不要讲。说我中国出口东南亚，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好事。为什么？你卖去东南亚能卖多少钱？你卖去西方能卖多少钱？你想一个刷子在美国卖多少钱？你在泰国你能卖多少钱？这差别是天差地，差多少？100倍。同样的东西可以价格差100倍，你想一下是什么概念？所以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讲中国一方面通过全球化获得西方的市场，那个才能挣钱，才能挣到你要的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买到核心技术和部件。这个部件到了什么地步？听说过扫地机吗？扫地机的马达都得进口。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制造？中国制造有多大？很大，没错。但是你的核心部件来自哪里？日本、韩国、美国、德国。你看看中国的这个汽车，中国造汽车造得多吧？有几个马达是中国自己做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不能光看数字，要了解数字背后的含义啊。他不怕，你就试试看，你来试试看。观点：香港的问题，各国都有必要联手处理，原因有3：一，香港存在的背后是有关国际公约的公权力和国际法治的约束力；二，香港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战场，因为中国本质上不是共产主义，事实上香港是集权和民主的第一战场。如果香港失守，也就是要默许大傻逼的模式可以贯彻全球。3，1年了，香港人的意愿从本土到国际平台上已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不会赢，但他们一定会输。好悲壮，好悲壮。我们不会赢，但是他们一定会输，这说的多好，好感动。提问：之前有提到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是信心，可以看到香港事件后外资应该会撤离，那么之后 CCP 应该会在国内大肆宣传经济向好之类的空话，国内资金对香港的信心是否有所恢复？这什么问题？王老师好，有2个问题想问。一，历史上九龙和香港是大清朝永久割让给英国，只有新界才是租界，为什么97年香港要一并归还中国？2，新冠病毒追责美国、澳洲都是领头羊，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世卫通过的是非洲和欧盟的版本，只是评估，这个性质就变成相反的效果，美国也只能勉强同意了，让人感觉美国现在是被西方国家孤立了，想听听你的意见。美国当然没有被西方国家孤立，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刚才讲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分裂，西方阵营的分裂，不是美国被孤立，是西方被分裂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年为什么要一并还给中国？原因是你把新界还给他，那实际上香港不就变成2个不同的地方了吗？那么对英国来说，它还是有道德的成本的，所以英国人说要还就一起还，你不可能把香港分成2半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时是一并还的原因是这个其实英国人当时，老实讲，英国人呢就有点就是被邓小平唬了邓小平说不行，你不给的话，我意思就是我要跟你干英国人那会儿英国人要跟中国要跟英国干不过中国，哪干得过中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不想干而已，所以他才会做这种行为。
观点不同于王先生的观点，美国就是因为做太多年带头大哥，让渡了太多利益，也养了欧盟这帮懒蛋，还要掉头和美国争夺市场，所以美国没有义务做冤大头，他本来就是双面大洋，可以坐上官虎斗，这符合他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你说这种高调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也没什么共同的观点立场。但是是这样的啊，对于美国来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带头大哥，他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和成本，但是美国在做带头大哥获得的利益远比他得到的付出的成本要大10倍、100倍，毫无疑问是这个。为什么？你要知道，美国做带头大哥，它是有好处的啊，不完全是成本。你只说成本，那当然是啊。那你美元的利益呢？作为世界上的交易货币的利益呢，很多利益，美国获得的巨大的利益，你只是不说而已，这是一头。就是你不能光说一头啊，你当然你要付出代价。你做带头大哥怎么会做大买卖是什么？大买卖是什么？1分为3，赔钱的、不赔的、挣大钱的。我这头是赔钱的，我这头是不挣钱的，这头我挣大钱，这就是大买卖。美国是做大买卖的。你说我只看着我不做这个赔钱的生意，我不做了，那你就做不成大买卖，你只能做小买卖。做小买卖没问题啊，但是你做小买卖的话，当年苏联就会把导弹安排到哪？安排到古巴去。那你就小买卖，你面对的后果。你要做大买卖，你直接把战线搞到欧洲去，这只是大买卖。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说他没有什么国际义务，你如果不谈，你说不需要做这个冤大头，那就是2种不同的活法。你选择这种不同的活法，那当然你选择这种活法我没意见，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在那边再获得其他的利益了，你就别想，是吧？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提问：中共会不会利用香港国安法和西方国家谈条件来减免中共对这次的问责？你是过家家吗？不要谈这么幼稚的问题好吗？为什么？国安法一提交到两会，这叫什么？这叫开工。箭在弦上，你还会松回去吗？不会的啦，搭弓要射箭的啦，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这件事情不存在。我们不要谈这么幼稚的话。观点：近阶段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土共的决定是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他们也会选择继续走下去，一错到底。毕竟一尊觉得强硬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王先生是否同意中共不会做出修正？是的。为什么？很简单，中共是一个强权政治啊，强权政治有个特点啊，这种强权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越激烈、越强硬，他的地位越稳固啊，他在政治上就不容易被攻击。只要你对外强硬，他在党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就越容易得到支持，他就没毛病，或者说他就没有漏洞给他的对手攻击。如果你不够强硬，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你的政敌攻击你，认为你立场有问题，你的立场不坚定，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在中共一个这样的强权政治下呢，他的党内的文化呢，就是越对外强硬，他的党内的地位就越稳固。所以当他开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他必须搞到底。他如果搞到一半，然后又停掉，那在党内那不被人万箭穿心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做什么修订，这件事情一开始就不会停啊。我认为是这样。有没有可能停？有，你不能否定1/1000的可能性嘛啊。情况：1986年第一次去香港，去年第 N 次去香港。香港的确是从东方明珠变成了普通城市，
主要是人的精神状态变化太大，共产党文化逐渐替代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佛教文化，大家彷徨，互不信任，没有安全感，政府机构基本大陆化，司法制度遭大陆共产党严重干涉，司法独立，民众最后一道屏障正在倒塌中。提问：王先生有没有想过通过众筹将您的观点集结成书，从而影响更多的人？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真的啊，我不需要把我现在的观点集结成书，我去写一本书不就好了吗？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啊，因为我觉得现在从去年开始做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赶路，赶各个不同的议题啊。那么我不想放弃这个战场，这个战场我觉得在这个战场真的这个战士还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士啊，我不能够离开。现象：唐一年今早在北京带领港区人大代表向国安法宣誓，这孙子。提问：大量的媒体和 YouTuber 分析国安法对于香港的影响，但是很少提到大陆杀掉这只生蛋的鸡对内地经济的深远影响。王先生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吗？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谈这个影响啊，因为第一，我们以前讲过我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香港对中国有多重要啊？我有一个专门的专题在讲这个题，大家可以去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是关心一下香港人吧，好不好？现在香港人是最危险、最危急、最面对的处境最危险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聚焦香港，好吗？观点：为了权力控制，又做最坏的政策决定。美国目前最多也只能在经济上制裁，可不能防止香港人的流血和牺牲，只希望联合国派兵，由香港带头驻兵香港，防止天安门2版。可以啊，派个航空母舰去香港就好了。提问：王先生，在香港问题上，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他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有效解决问题？王老师能谈一下吗？没有，直接派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香港就可以了。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西方联合起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以撤侨为名，派个航空母舰过来就好了。为什么？强权最怕什么？强权就怕强权。我为什么跟你讲理？就不需要讲理，就直接就摁倒就行。我觉得就是这样。王先生你好，我是你忠实的观众。去年本人在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看到香港人用雨伞对抗警察的警棍和催泪弹，我当时不解，就问我的香港朋友，警察在打人，你为什么要用雨伞对抗？为什么不用刀？香港朋友告诉我，他们打人是在违法，我们和平抗议，如果我们用刀对抗警察，那我们也就是在犯法。我不禁肃然，愿荣光归香港。提问：王老师，你认为中共对香港动手会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吗？人行有没有手段阻止人民币贬值？我们还是关心一下香港吧，好不好？提问：其实一直不太了解，说一国两制50年，那50年后呢？50年也不长啊，那先50年再说嘛，对不对？观点：彭定康昨天说英国人对香港人有道义上的责任，我想稍微强调一下，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还对香港人有法律上的义务。对呀，中英联合声明它是签约方啊，它怎么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不是的。观点：高度危机，别再上街抗议，别让孩子们牺牲生命了。香港父母要团结起来保护孩子。香港的孩子不是他们父母能够指挥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意愿，他们要去抗争，他们的父母当然可以劝，但是不能决定这件事情。情况：家住国企老旧小区，今天突然发现小区安装
装满了公安摄像头，每个洞每个路口无死角，他们干的这件事情真的效率真高。香港人就是不想面对这种东西，就是不想这样，才会反抗的啊，反抗。观点：中共不仅误判了国际社会对其倒行逆施的反应，低估了港人反抗的决心，更是对香港法律体系一无所知。香港的法官也不是吃素的，香港是法治社会，想要通过政治手段来鲁莽干预司法，真的是太天真。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定会困难重重，只要香港还有司法独立，就不怕中共打压，言论自由非常正确。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完了，那么我们下面就明线一下啊，明线。Friend 冯，谢谢提问：以美苏冷战历史，将来对比生活在中美这两个暴风眼，是不是生活在欧盟国家更能做骑墙派，可以各地往来？我不知道哎，你想做骑墙派？我无法想象，我无法想象现在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做这个骑墙派啊？看看吧，看看形势怎么发展吧，好吗？胡国峰，谢谢打卡巴黎，王老师好，好久没赶上直播，请老师和美西来一杯 Espresso， 今天才拿到新的信用卡，续了会费，谢谢王老师和幕后的人，继续加油，谢谢。J 长，谢谢 Sherry 陈，谢谢萨库亚，谢谢请老师喝杯抹茶拿铁。和美国朋友谈香港，朋友说中共要回香港，一定要将之同化。当时英国为什么会信一国两制的鬼话？这道理现在想来顺理成章，但英美当时为何会受骗？为中国的市场立定之婚了吗？香港朋友还认为西方直到邪恶者侵害自身利益才会制裁邪恶，否则会一直袖手旁观。比如二战初期，英美一直绥靖纳粹，老师如何看？我觉得是这样啊，真相通常是在最后的时候才看到啊。什么叫图穷匕现？图穷匕现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不是，我不喜欢那些人在现在来，叫事后诸葛亮啊，早就知道中共会骗人的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骗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被骗，很多人都是被中共骗的啊，从国民党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当然很多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没有利益谁会干呢？啊，那我就问你，美国参加二战有什么利益吗？他更好的利益，他就算不参加二战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说中共建政以后一直在给大家洗一个脑子是什么？就是一直洗这个，拿法国人那句话来洗，没有永远的利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永远在讲这句话啊，这句话对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上一代影响非常的大，我们的价值观经常是被这么塑造的啊。但是人类除了吃饭以外，除了利益以外，还有很多更强大的东西啊。利益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其中一个因素，影响人类行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宗教，比如说价值观，比如说意识形态，比如说生活方式等等，有很多。我就是不愿意挣那个钱，我就是不想去住在那个房子里，我就是不想被摄像头看着，这都是价值观。不是那么多人只是为了那1亩3分地的利益愿意放弃所有的原则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相信这样的话。如果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反抗？
你想一下，如果所有的香港人都相信这样的话，都去做猪嘛，盆里有食就行了。那中国大陆不就是这样的吗？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的吗？所有人都不反抗，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这样的局面啊。最后你有好处吗？最后也没好处啊。你现在中国经济现在什么情况？再过2年，再过2年，大家再看一下中国是什么情况。好日子也就过那2天嘛，是不是？所以我不相信这样的话，我也很不喜欢这样的话。我不喜欢两种话，一种话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搞不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人类社会还用进步吗？封建社会怎么会瓦解的？国王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大的实力，你怎么打得赢国王呢？但国王不是一个个被干掉了吗？所以第一个说这样的话我不爱听，第二个说这样的话，事后诸葛亮，哎呀，你们就这些人不行的，你看中共这就是当年就是这事后诸葛亮我也不爱听啊，谁不会说，我也会说，对吗？Christine 钱，谢谢王老师早，今天终于可以有时间参加直播了，谢谢你。Weekdays， 谢谢，只有匆匆点赞，然后看录播，但是天天都看，千言万语支持香港，谢谢。贝拉瑞，谢谢。Jenny 徐，谢谢。Aaron 胡，谢谢。在法兰西吃包子，谢谢。香港人加油，这次继续站出来表达民意，别牺牲，引起国际最大的关注，没有不流血的民主，这是香港人的命。我觉得有2点很重要虽然超过10了，我还讲，请大家相信香港人，香港人真的很厉害，真的很聪明，真的很牛，不要指手画脚，不要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比我们厉害，他们在前线很清楚的，我们支持他就好，用所有的大的小的各种方法，只要你支持，哪怕心念一动都是支持，好吗？所以谢谢大家啊。福正军，谢谢。Smith Lin， 谢谢。Aziza， 谢谢。今天是个带给人希望的题目，支持您的节目，为香港加油，谢谢。张卫武，谢谢。Lisa 江，谢谢。王老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生活1年多，我明天就要飞回国了，在此跟王老师和各位网友道个别，在这1年多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国家，很庆幸在这里遇到这么多三观一致的网友，特别感谢王老师对中美事务深入细致理性客观的分析，回国后可能很难翻墙出来，唯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和王老师重新相聚在油管，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支持所有争取自己权益的中国人。 Lisa 保重，经常来看我。 Camera CN， 谢谢。 Galen 孙，谢谢。吴淡丽，谢谢。 June 丽，谢谢。 Blue Cat， 谢谢。王老师，或许我心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当有国内人谈到香港，我都极度敏感和易怒，我甚至开始讨厌国内人，因为大部分恨人有，笑人无，冷眼旁观，会踩上几脚。理智告诉我这样的情绪有点极端，放开一点，走出去，释放自己，离开这个情绪，这很重要，这也是我经常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3000世界，谢谢。支持王老师，感谢为香港人发声。我是新移民，父母79年来了香港，我是2012年才能申请过来的香港大龄子女，从小热爱香港，是香港社会养大了我。天佑香港，天佑港人，谢谢。O2， 谢谢。马宁，谢谢。Thing， 谢谢。Snow Sea， 谢谢。捞音捞，谢谢。谢谢王老师对香港的支持。摇旗呐喊，谢谢。Emily Lilia， 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香港。Amanda 潘，谢谢。Little Potato， 谢谢。谢谢王者，一直支持你。刘洋，谢谢。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那么今天有会员直播啊，那么节目结束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